这是磷虾巨人。不要太迷恋。今天，这只1厘米长的甲壳动物将与它4000万最亲密的朋友遭受相同的命运，终身监禁在世界上最大的蓝鲸肚子里。让我们称它为 Leviathan。Leviathan 重约150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但它还远算不上是最重的生物体。后者的重量大约相当于40个 Leviathan。那这个庞然大物在哪儿呢？这里，在犹他州。对不起，离得太近了。这里就是 Pando， 名字意为我散开了。Pando 是白杨，有大约47000只基因相同的克隆树干，这些都是从同一个庞大的根系生长而来。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认为 Pando 是一个单一的生物体。Pando 无疑是世界上最重的生物体，令人难以置信的600万千克。那么 Pando 何以变得如此巨大？从遗传学角度看， Pando 不是不寻常的白羊。确切地说， Pando 的规模归结于3个主要因素：它的年龄、生长地点和白羊卓越的自我克隆的进化适应性。首先，因为极其古老， Pando 的分布辽阔性令人难以置信。到底有多古老呢？没人知道。年轮学家估计它的年龄在8万到100万年之间。问题是，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测量 Pando 的年龄，计算单个树干的年轮只能算到200年左右。因为 Pando 处于生长、死亡和更新的不断循环中，平均每棵树寿命为130年，之后会倒下，并被新的树取代。第二，生长地点，在大约12000年前结束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期间，冰川覆盖了北美大部分气候适宜白杨生长的地区，所以如果还曾有其他规模类似的克隆种群的话，它们可能已经消亡了。然而 Pando 所在的犹他州的一角却没有冰川，那里的土壤富含养料，而 Pando 又在对其不断补充。当它的叶子和树枝掉落时，营养返回土壤，以滋养新一代的克隆植株。这将我们引向了 Pando 形成如今规模的第3个原因：克隆。白羊既可以有性繁殖，产生出一个新的生物体，也可以进行无性繁殖，创造一棵克隆植株。当条件不利时，它们倾向于有性繁殖。生存的最佳策略是转移到其他地方。树木不是特别容易移动，但是它们的种子可以。与我们一样，有性繁殖是 Pando 在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年前最初来到世上的方式。风或者传粉的昆虫把花粉从亲本植株中的一颗带到另一颗，在那里精子细胞使卵子受精，那朵花结出果实，分裂开，释放出大量微小的轻的种子。风把一粒种子带到了现今犹他州的一块湿地上，它在那里扎根发芽，成了 Pando 的第1支主干。几年后 Pando 生长成熟，足以进行无性繁殖。无性生殖或者克隆往往发生在环境适于生长的时候。白杨有着钻透土壤的长根茎，它们可以抽芽长出新的树干。在 Pando 生长蔓延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作为狩猎采集者，他们创造了洞穴化，活过了冰河时代，设法到达了北美洲，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文明，发动战争，驯服动物，再发动战争，建立了国家，制造了机器，还发明了国际互联网，以及找到新的形式发动战争。经过几千年的气候变化和冰川侵蚀， Pando 存活了下来，但是它也许敌不过人类的活动。新主干的成熟速度远远慢于它所需要的用以更新倒落枝干的速度。为此，科学家已经确定了2个主要原因。首先，我们剥夺了 Pando 发生林火的机会。当大火清除了一片森林时，白杨的根却可以存活下来。
而且成千上万的新枝会破土而出。第二，食草动物如成群的牛和美洲黑尾鹿，它们的天敌已经被我们猎杀到接近局部灭绝的地步，会啃食豌豆新生的枝芽。如果我们失去了世上最大的生物体，那么我们将失去一个科学宝藏。因为豌豆的枝干基因相同，所以它们可以作为一个受控环境，用来研究所有丛树的微生物群到气候对树木生长率的影响的相关课题。好消息是，我们有机会拯救豌豆，通过减少该地区的牲畜放牧和进一步保护脆弱的幼树苗。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同自然界中许多其他奇迹一样，一旦消失，它们的回归就会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保护和保存我们的自然需要成为世界上每个国家、公司和社区的优先事项。如果你想知道你现在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请访问 i.tai.com Earth School。